我要穿成将军的掌心宠女主，和男主沈昭也夜夜笙歌。真传输了，原著男女主定情名场面对上了。原著女主什么反应来着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小将军别怕。王爷，您可还好？属下听见屋里有动静，可是王爷身子不适。王爷？原著里只有一个王爷，疯批反派昭王彦辰。你不是沈昭也？不是要帮本王解毒吗？等等，你别！完了，我把大反派开瓢了。王爷，属下进来了。啊！王爷，去把人给本王带回来。可是您的伤，快去！是。狗奸商，什么100%穿书体验？这是100%穿错书体验吧？我回去要写10万字差评。亲亲喵。亲亲喵！你就是客服？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说好的掌心宠呢？我的男主沈昭也呢？床上那个疯批王爷是怎么回事？非常抱歉，亲亲，由于您是首位体验用户，喵在操作系统时出现了一点小失误。失误？什么失误？就是咪把身份绑定参数输错了一位，不小心让您穿错人了。穿错人了？我连女主都不是。是的呢，亲亲，您现在的身份是辅国大将军嫡女苏软。苏软？那个开场就给女主糕点下药，最后被女主反杀丢进乞丐窝惨死的炮灰。是的呢，亲亲，不愧是原著粉，亲亲记忆力真好。好你个头！信号不好，咪听不清。亲亲，只要您成功狗到系统修复，咪会马上接您出来，并免费自送3部热门甜宠穿奢体验哦。祝您玩得愉快。喂，你别跑啊！喂，都给我仔细搜，别让他跑了！不行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原主作死，必须赶在事情败露前把那个盘下了药的糕点处理掉。冷静，冷静，苏然，你可以的。女主，等我。王爷，人没找到。属下只在西白角狗洞附近发现了这个。都是会装。3日之内把人带到本王面前，若是找不到，你也不必回来复命。属下领命。还有，今日宫宴上，凡经手过本王酒盏的人，一个不留。处理好了，送到谢太傅府上去。告诉谢之宁，本王对他没兴趣。若再敢算计到本王头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。沈昭也吗？不管你是谁的人，本王都会亲手抓住你。姑娘不是早早歇下了吗？怎么在这儿还弄成这个样子？玉清河呢？快带我去找他。姑娘，您的脚受伤了，别怪脚了，快带我去找玉清河。姑娘别动，奴婢背您进去。你是梨子，原著里那个力大无穷但智商感人的小丫鬟。姑娘，您是不是疼傻了？怎么现在才认出奴婢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快带我去找玉清河。姑娘放心，奴婢办事绝对稳妥，不仅按您吩咐在桂花糕里下了春风度，还把玉姑娘房里的熏香换成了加料的，连桌上的果子奴婢都用细针扎过药水。等过了今晚，看他还怎么装清高勾引沈将军。原著里只写了糕点，这傻丫头怎么还搞了个下药3件套？
姑娘，奴婢这次做的不错吧？梨子，你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吗？聪明主仆二人组？不，是2具还没凉透的尸体。怎么没动静？是不是药效发作了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什么药效？软软这是在做什么呢？这就是女主吗？这颜值，这气质，这本该是我的身体啊！软软可是哪里不是？那个，我傍晚让人送来的桂花糕，表姐吃了吗？倒是还未。晚膳时姨母唤我过去，一直到现在才回来。还好还好。既然来了，不如一起进去用些宵夜。不用不用，既然表姐没吃，那盘桂花糕我能不能拿回去？二姑娘又想干什么呀？一天到晚找小姐麻烦。前日刚抢了小姐的簪子，现在又大半夜的跑过来要点心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这么跟我们姑娘说话？我们姑娘是苏府正正嫡女，要一盘点心怎么了？完了，原主啊原主，你把好好一个孩子教成什么德行了？是我管教不严，软软勿怪。不管了，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。表姐知道就好。这苏家什么不是我的，我想要什么，自然就能拿什么。去，把桂花糕、桌上的果子，还有熏沟炉子全给我搬出来。我今儿个不高兴，一样好东西也不给他留。可是姑娘，快去快去。哦。今天就先拿这些，下次再惹我不高兴，我连这房子都给你烧了。梨子，我们走。姑娘，二姑娘也太欺负人了，抢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。看来我这个表妹倒也没有坏到那般无可救药的地步。这还不坏？梨子，你轻点儿。姑娘，您今晚到底去哪儿了？还有那点心，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下的药，您怎么又给要回来了？总之，你以后听我的就对了，不准再自作主张，尤其不能再对玉清河下手，听见没？我听姑娘的。唉，这书穿的也太难了。姑娘，快醒醒，该起了。梨子，让我再睡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不行啊，姑娘，您忘了，今天是花神节，一会儿夫人要带您去参加穆国公府的宴席，若是迟了，夫人又要罚您了。姑娘，咱们今天穿哪件？就这件吧。我也觉得这件好看，姑娘今天一定能艳压全场。等等，我自己来。姑娘，你也太好看了吧！清河姐姐，你等她干嘛？苏软哪次不是故意拖到最后一刻才出来？软软脚伤未愈，行动不便，多等片刻也无妨的。脚伤，我看她就是折腾想出风头。不过啊，她再怎么折腾也是白费，谁不知道她就是个草包？说谁草包呢？软软来了。哟，今儿这身打扮费了不少心思吧？难怪让我们好等。这个应该就是原著里女主的假闺蜜石书雨了。明明暗恋男主，却非要打着姐妹情深的旗号横插一脚，最后还逼得男主娶她为平妻，毁了我的1为1小甜文。费不费心思关你什么事？我想穿什么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？倒是你这穿的黄不拉几的，像盘炒鸡蛋。你什么你？我父亲是正二品的辅国大将军，你爹不过是个3品尚书，你还有胆子跟我阴阳怪气起来了？苏软，你别得意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
清河姐姐，你跟我坐后头那辆马车去，我才不要跟某些人同乘。哼，我怕玉清河就算，还能怕你？见过母亲。你这身打扮的颜色未免太扎眼了些，多学学清河，姑娘家还是该清雅沉静些。文主亲妈也是奇葩，看自己闺女哪不顺眼，对自己外甥女却宝贝的不得了。你父亲奉旨巡边不在家中，你安生些，莫要惹事。到了庄子上，需谨言慎行，别丢了苏府脸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谨遵母亲大人教诲。王爷，查到了，这只簪子是辅国大将军夫人为其侄女玉清河定做的吉祭礼。玉清河是，此女全家早年间不幸遭遇流寇，只活下她一个。自10岁起便被接入将军府中抚养，苏夫人对其视如己出，疼爱非常。这倒有趣，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哪来的胆子攀扯沈昭野，得罪本王？莫非是苏大将军授意，想要借侄女入局，搅弄风雨？还有一事，今日花朝节，穆国公夫人在别庄设宴赏花，苏府女眷，包括那位玉姑娘，也在受邀致谢。花朝节，既如此热闹，那本王也去凑个趣儿。清河姐姐，我知道东边有片海棠林开得正好，咱们瞧瞧去。哼，幼稚。唉，终于能消停会儿了，就在这儿等开席吧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家那位才名远播的二姑娘啊！静默姐姐跟你说话呢，苏二姑娘怎么不吱声？莫非是在学你那个装模作样的表姐吗？金默，原来是她，原著里处处被玉清河压一头的京城才女。我在想，乔姑娘若是觉得是压了你的风头，自该找正主说道去，拦着我这个草包做什么？你一个草包，也配在这阴阳怪气？怎么，苏二姑娘还想作诗？桃李出深情，花艳惊上春。这是我表姐昨日随笔新作的一句。乔姑娘既然自视甚高，不若先胜过这一句。这么爱比，跟千古第一的诗仙李白比去吧。那诗是你写的？见过玉科郡主。你认得我？京城里除了玉科郡主，谁家姑娘能有这般英姿飒爽的气度？嘴还挺甜。快些快些！听说沈小将军也来了，就在东边马球场，穆国公世子亲自陪过去的。沈昭野，那个原著里精彩绝艳、8块伏击的男主沈昭野。不行，不能去。要是被玉清河撞见，我也眼巴巴凑过去看男主，那还得了？我还怎么苟到大结局呀？想看就去看啊，扭扭捏捏的做什么？那沈昭野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算了算了，一群人跑来跑去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哦，是吗？可我好奇的很。我早在边关就听过沈昭野的名字，都说他用兵如神，最善骑射。走，你陪我去看看。不行不行，真不能去。若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我硬拖你去的，这总行了吧？真的？真的，我逢人就说是我想看沈昭野，硬拽着苏二姑娘给我带路的，满意了吧？满意。你方才不还说不去吗？我这是助人为乐。管他呢，反正有郡主挡在前面，看男主去喽。你倒是会找地方。我来的时候留意过，这里看得清楚，还不会撞见太多人。
那就是沈昭野。马上功夫确实不错，边关郎善骑射者众，但马球打得这般漂亮的，属实不多见。那当然啦。太帅了！瞧瞧这脸，这身材，这扑面而来的男主气场。看男主，看男主，别想那个的大反派。还真来了。千鹤姐姐，快看，那就是沈小将军，是不是比传闻中还要英勇不凡？男女主这宿命般的吸引力，果然，该来的剧情总会来的。是错觉吗？王爷，那位便是玉清河。确实是个美人，也确实是那只莲花簪该配的主人。可惜，王爷，可要属下将玉姑娘请过来问话？自己去领20鞭，然后滚回暗营，重新学学什么叫查清楚。属下领罚。魏峰，王爷，围墙边那个是谁？回王爷，那是辅国大将军府的2小姐苏软，是玉清河的表妹。苏软，找到你了。苏二姑娘，苏夫人正四处寻您呢，让奴婢引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吩咐。母亲找我。苏二姑娘，知道了。郡主，我母亲唤我，得先走了。晚些开席了，我再去寻你。好。还没到吗？姑娘别急，夫人就在前面凉亭里歇脚呢，转过这条路就到了。不对劲，母亲就算要单独训我，也绝不会选这种僻静无人的地方。燕尘，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倒是识趣。现在我问，你答。有一句假话，小心你的命。那夜为何会出现在本王榻上？
完了完了，又回到送命题了。说真话会死，说假话可能死得慢一点。王爷，我说，其实我对您一见钟情。哦，宫宴那日，我远远瞧见王爷一眼，便再也忘不掉了。所以那晚我才鬼迷心窍，想偷偷去见你一面。偷偷见本王，要见到床上去？不是，我真没想到会那样。我进屋时，王爷已经中了药，我当时又怕又慌，本想喊人，可您力气太大，我根本挣不开。我虽心意王爷，却也知道女子清白重于泰山，更不愿趁王爷之危，白白玷污王爷清明，所以我才会很轻很轻地砸了王爷一下。很轻很轻，可能也没有特别轻。你心悦本王。王爷明鉴，我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假话，便叫我。可你那晚趴在本王身上，喊的是沈昭野的名字。救命！他为什么连这个都记得？那是误会，我以前既没见过王爷，也没见过沈小将军，只听旁人提过名字，误以为王爷就是沈小将军来着。可不管我嘴里喊的是谁，我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王爷您啊。果真吗？千真万确，王爷这样英明玄武的大人物，应该不会真忍心对一个心悦您的小女子动手吧？好啊，那你亲我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心悦我。什么？怎么？不敢？王爷，这种事太突然了些。方才说的那么情真意切，本王还以为你早就盼着这一刻呢。亲就亲，亲一口换一条命，值了。王爷现在该信了吧？我先告退了。王爷，可要属下将他带回？不急，他既不愿说实话，本王便偏要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开始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亲了燕晨，我居然亲了那个疯批反派。苏然啊苏然，你这张嘴迟早害死你！不行不行，玉清河不能惹，沈昭也不能惹，燕晨更不能惹。我得找个偏僻的乡下猫起来，等那个不靠谱的系统修好。苏府不能久留了，今晚就跑路。小妹妹别哭，姐姐再找人给你做个更漂亮的风筝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娘亲生前给我做的风筝，我不能不要它。这样啊，那姐姐帮你拿下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可是树很高。试试看嘛。我堂堂穿书女主，刚擒完反派，又来爬树取风筝，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拿到了。姐姐好厉害！舅舅，沈昭野，小心！不愧是女频爆款男主，这也太帅了！要是能亲一亲，再摸一摸。苏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多谢沈小将军。苏然，你清醒点，他是玉清河的男人，靠近他你不要命了。喏，你的蝴蝶拿好。谢谢姐姐。乖。你的手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前面有府医，我送你过去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救命！再待下去，玉清河看见怎么办？我先回院上了。舅舅，
漂亮姐姐是不是不喜欢你呀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跑得好快，好像很怕你。沈昭野，好巧啊！你也在这里喝茶吗？我们一起吧。沈昭野，这是我用荧光锦新做的裙子，好不好看？沈昭野，我马车坏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他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今日花招便以这厅中的青玉鹤兰花为题，请诸位姑娘即兴奉诗，限时一炷香。届时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夫人品评，择出花招宴的诗魁。至于彩头嘛，这尊羊乳玉如意出自卓克大师樊先生之手，雕工玉质都是上佳，便作为今日的彩头。姑娘们，开始吧。素落凝寒露，清姿傲小霜。幽香非自赏，鹤影入云长。玉姑娘这几句托物言志，风骨清奇，果真是好诗啊！清末也用心了。阮妹妹，香都快燃关了，你怎还未动笔？可是胸有成竹，要压轴出场。又来。经墨姐姐，快别为难苏二姑娘了。谁不知道咱们苏二姑娘不喜诗书笔墨，让她作诗，岂不是有些强人所难？乔姑娘，诗会本就讲究有感而发，玉姑娘这是护短呢，还是怕苏二姑娘写得太好，压了你的风头？赵王殿下到。参见王爷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都起来吧，本王今日得闲，过来凑个热闹，诸位且乐自己的，不必拘谨。谢王爷。王爷来得正巧，姑娘们正在以青玉鹤为题默诗呢。若有幸得王爷评点一二，魁首一名，方不失偏颇。诗都做完了。回王爷，诸位姐妹都已交稿，唯有苏二姑娘尚未动笔。哦，哪位是苏二姑娘？臣女苏阮见过王爷。既是诗会，苏二姑娘为何迟迟不动笔？臣女才疏学浅，不敢献丑。无妨，本王今日兴致好，你随便写。写就写，反正我今天必须把草道人设作实。拿来。毕业凝霜刃，孤芳出玉体。不求蜂蝶故，自有鹤心知。苏二姑娘藏的倒是深。好诗，真是好诗。苏二姑娘真人不露相，此诗当为今日之魁首。这个大反派故意把我架火上烤。苏二姑娘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，倒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。没想到竟有这般惊世诗才，实在令人佩服。王爷，臣女今日见苏二姑娘诗才如此了得，实在心痒难耐，可否请王爷随意再出一题，让我与她再比试一轮？听起来倒是有趣，不过光是比试未免单调，不如压注如何？赌一赌，究竟谁能赢？王爷这主意妙极。来人，
快设住桌，红色代表苏二姑娘，蓝色代表乔小姐。诸位，请吧。苏二姑娘，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。你可千万要比就比，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压苏二姑娘。沈小将军居然压他！苏姑娘尽力一试即可。南主你疯了！这下不仅玉清河那边说不清，燕城那里……哼，沈小将军用兵如神，想必看人也是独具慧眼。既如此，本王也跟压一回。王爷，这是您的司令。无妨，苏二姑娘，可莫要辜负本王与沈小将军的期待啊！完了完了，这次要是让燕城在满堂宾客前丢了脸面，我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请王爷出题吧。那便以这落花为题吧。是。还请王爷品评。来，让老身先睹为快。红雨辞高树，香魂未地清。蝶风空绕影，车马不留情。东风何太急，吹散满园莺。乔姑娘才思敏捷，这么快便成诗，且意境哀婉，颇得落画神味。是啊，短短时间竟能写成这样，不愧京城第一才女之名。苏二姑娘，你可要快些了。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。反正这诗是非写不可了，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直接装波大的。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怎么可能？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苏二姑娘不愧为魁首，这词句实在至极至妙。此番比试胜负已分，苏二姑娘是今日花朝宴上当之无愧的魁首。怎么会这样？实在承让了，京城第一才女。今日还真是不虚此行，看了一场好热闹。本王乏了，先走一步，诸位尽兴。恭送王爷。那首词到底是谁写的？自然是女儿写的。你还敢撒谎？你从小读了几本书，我这个做母亲的会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，今日若是被人当场揭穿，丢的不是你苏阮的人，而是整个辅国大将军府的脸面。你这是在拿苏家的名声当儿戏。母亲，今日之事并非我主动挑衅，是乔金墨欺人太甚，难道我就该任由他欺负，才叫不丢将军府的脸吗？你还敢顶嘴？你知不知道今天这诗会对清河有多重要？穆国公夫人办这场花朝宴，本就是在替世子相看未来夫人。从小到大，你就爱跟清河争，连今日这种场合都要强出风头，你让清河怎么办？所以您今日这般生气，不是气我写诗作弊丢了苏府的脸，而是怪我抢了表姐的风头，耽误了她的好姻缘。清河比你懂事，也比你更适合那样的人家。好疼，这是原主苏阮的情绪。苏阮，我知道有些话你憋了太久，却永远没机会说了。如今我继承了你，
便理应替你把这些话都说出来。母亲口口声声怪我处处与表姐争抢，可若母亲不偏心，表姐有的我样样都有，我又何须去争去抢？你这是在怨我？难道不该怨吗？母亲嫌我不学无术是个草包，可若母亲有将对表姐的一半心思用在我身上，我至于被人嘲笑这么多年吗？母亲，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到底我和表姐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放肆！我知道，母亲一直觉得我碍眼，心里巴不得没我这个女儿。您放心，很快您就能如愿了。站住！秋软！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梨子，奴婢在。收拾东西，我们今晚就走。王爷，今日花朝宴上的对赌，您怎知苏二姑娘是故意藏弱？若苏二姑娘真比输了怎么办？输？本王想让她赢，她就不会输。属下多嘴了。吩咐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回王爷，一切都已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。王爷，果然来了。王爷小心！谁派你们来的？也罢，本王便陪你们活动活动筋骨。王爷小心！小心！王爷快躲开！王爷！小心毒烟！快追！不必了。参见大人。燕尘啊，燕尘，你不是神通广大的很吗？居然这么轻易就死在了我手上。九羽青之毒，见血封喉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活不过1个时辰。收拾干净，天亮之前，这里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。不行了，梨子，我真游不动了。不行了，姑娘，你再坚持，就快到岸边了。我说梨子，我们好不容易从苏府偷溜出来，让你找个靠谱的船，你怎么找上送人贩子船啊？那船家说可以免费捎我们1程，我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省下的钱可以给姑娘买好多桂花糕，谁知道他们黑心肝，想把我们卖了换钱。傻梨子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辛辛苦苦省下的船钱，差点把咱俩都折进去变成桂花糕了。姑娘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行了，赶紧游，在魔槽被他们发现了。好，咱们快游。
咱们活下来了。死人！姑娘，那儿有一个死人！怕什么？说不定只是晕过去了呢。我去看看。姑娘别去，万一是水鬼呢？我娘说淹死的人会飘到岸边找替身的。让你娘少看点花本子。燕晨，姑娘，她是不是死了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还没死，救还是不救？救什么救？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。他明显是遭了难，谁知道后面有没有追兵？我们走。可是，姑娘，那郎君好像伤得很重，咱们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别废话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哪有功夫救人？难道你想被抓回去卖进青楼吗？那咱们得跑快点。你可别怪我啊，你可是书里最大的反派。反正按照原著，你最后也是要被做成人质的，早死晚死都是死。现在死在江边，还少受点罪不是？而且你一出现就欺负我、威胁我，我不救你也情有可原吧？可是他还没死啊！烦死了！江如意，你真是，你这个圣母白莲花，活该你穿成个炮灰受苦受难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姑娘，你干嘛去？糟了！姑娘，她能活吗？得先看看她伤成什么样了。这郎君不止脸生的顶顶好看，身材也这么好。这像是利剑所伤，剑矢还被生生拔掉了，撕裂很严重。这郎君伤的也太重了，怎么办啊？会不会死啊？梨子，我们有没有金疮药？那倒是没，只有一瓶白玉无须膏，这个行吗？勉强吧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梨子，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，我要把他的伤口缝起来。好了吗，姑娘？好了，松开吧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姑娘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记得你以前胆子比我还小呢，看见血就晕，怎么现在？这不是没法子吗？难不成还能指望你？你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那倒也是，奴婢确实指望不上。不好，果然烧起来了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得尽快找正经大夫来看看。姑娘，奴婢力气大，现在就背他去找大夫。不行，他明显是被人追杀，才会受这么重的剑伤掉进江里。城里的医馆多半早被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你拿着银子去一趟城里医馆，把大夫请过来。记住，别说具体伤情，就说家里有人病了，行动不便，多添些银子也无妨，务必把人请来。那奴婢快去快回。冷。这样好点了吗？燕晨，你撑住啊！你可是全书最大的反派，你还没篡位呢，还没跟沈昭野终极 PK 呢，还没被做成人质呢。反正剧情线还没走完，你不能提前下线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父皇说，燕家的人不能哭。晨儿别怕，母妃来救你了。母妃，
我母妃！母妃，杀了你！杀了你！不是，他是入了梦魇，把我当成梦里的仇敌了。我又把大反派开瓢了。苏软，是他放的。你摸我脸干什么？你干嘛突然松手？这是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，你先把这东西拿开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别动！说实话，本王没耐心听你辩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啊？我辛辛苦苦把你从江里捞上来，又给你治伤，守了你一夜，你知恩不图报算了，还一醒就喊打喊杀，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自己看看，我把唯一一件披风都给你盖了，我自己冻了一晚上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要想害你，你昨晚就死了，还能等到现在。王爷要是不怕忘恩负义，不怕下半辈子良心不安，夜夜梦见我这个冤魂索命，就赶紧动手吧。好啊，本王这就送苏二小姐一程。等，王爷别，我方才都是跟您闹着玩的。王爷英明神武，心胸宽广，怎么会跟我一个弱女子计较呢？对吧？本王也闹着玩的。救命！疯批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差点就从川叔甜宠变成川叔断头台了。你伤那么重，起来干什么？伤？这伤肯定是王爷在江里被石头撞的。您不知道，我捞您上来时，您身上好几处淤青，肯定是顺着江水冲下来时磕磕碰碰弄的。王爷您伤得重，千万别乱动。梨子天没亮就跑去城里给您请大夫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王爷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我出去给您找点干净的水和吃的。看来那老东西炼的辟毒丸，倒还真有几分用处，连鸠玉清都能解。否则这场假死，怕是要弄假成真了。苏软，梨子啊梨子，你可千万别迷路，更别傻乎乎把自己卖了还替人数钱。你又在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赶紧下来，本王可不是沈昭爷，你要是真摔下来，本王可没那份闲心去接你。王爷怎么知道沈小将军？怎么知道我之前从树上掉下来过？本王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件，还想听听别的吗？不用了。王爷英明神武，算无余忌，知道什么都是应该的。爬那么高干什么？梨子天没亮就去找大夫了，这都快一整天了，就算爬都该爬回来了。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站高点，想看看能不能瞧见点踪迹。结果呢？什么也没看到。王爷，你已经能走路了。烧退了，应该是没事了。那行，王爷您既然已经无碍，咱们就此分开吧。我得找梨子去。不过就是个丫鬟，丢就丢了，待本王回了王府，再陪你几个更伶俐的便是。不愧是冷血大反派，丫鬟的命就不是命吗？那可是梨子，丢她，姑奶奶先把你丢了。哎呦！又在心里骂本王什么？王爷说笑了，我哪敢啊！梨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也是我把她带出苏府的，我不能不管她。
不许去。为什么？您养您的，伤我找我的丫鬟，咱们互不耽误啊。本王在此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，所以在本王的事情办完之前，你不许离开。我苏尔发誓，绝不将王爷行踪泄露半分，否则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这样满嘴谎话的女人，在本王这儿可没有一点信用可言。王爷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那行，那我不走了。你不让我明着走，我等你睡着了偷偷跑总行吧？张嘴。该是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30丸剧毒。7日之内，若没有我的解药，就会肠穿肚烂，痛苦而死。敢跑，你就死定了。燕晨，你这个疯子！你恩将仇报，早知道就该让你烂在江里喂鱼。梨子啊梨子，你家姑娘我现在彻底跑不掉了，只能靠你自己回来了。魏凤英已按计划带着昭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回京了，不知我那皇帝侄儿会作何想象？不想盖着睡，难不成想我抱着睡？你那丫头叫什么来着？干嘛？不知道名字，怎么让人帮你找？梨子，她叫梨子，我就知道王爷您看着冷，其实心肠最软最好了。可是这荒郊野外的，怎么让人去找呢？您的人能找到这儿吗？这是信鸽。信鸽，那种蠢物也配合本王的掠影笔。去找快布来。原来此处靠近临安镇，王爷真厉害。那梨子肯定也去了临安镇，快让您的人帮着找找吧。这下满意了？满意，特别满意。王爷您真是算无一策，心细如发，菩萨心肠。闭嘴！去吧。拜托，一定要找到梨子。可以睡了。睡。困死了。蠢女人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伤口怎么样？裂开没有？我看看。别动。还好，没裂开。我们怎么睡在一起了？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我们怎么睡在一起了？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这话应该本王来问吧。昨晚某个女人大半夜喊着冷，没骨头似的往本王身上拱。本王推了3次，她缠上来4次，最后干脆把本王当成人形暖炉，怎么都掰不开。那只手在本王身上摸了一整夜，拉都拉不开，皮都快被你摸皱了。原来刚才的不是梦。江如意啊，江如意，你这个大黄丫头，什么都摸，只会害了你啊！苏二姑娘摸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现在怎么知道羞了？谁开心了？我那是梦见在摸小猫小狗。哦，你说本王长得像小猫小狗？你当然不像小猫小狗，你像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。反正我不是故意的。放心好了，苏二姑娘不用这么着急和本王撇清关系。昨夜那些，
就当本王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不会让你负责的。王爷真是心胸宽广，也就还行吧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临安镇，不去找你那傻丫头了。找。王爷您慢点，小心脚下，伤口还疼不疼？要不我背着你。哎呦！那个早上就吃了个野果，不顶饿。先住下，吃点东西。好嘞。二位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，要2间房。2间？二位这是小两口闹别扭了？不是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。哦，姑娘，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开1间房正好说说话，何必分房睡伤感情呢？我们真不是。再说了，最近咱们镇子上不太平，有采花大盗出没。您二位要是分开住，万一那采花贼半夜摸进您屋里，您说那可怎么办？就要2间房。采花贼他要是敢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2个我揍一双，就当为民除害。听他的。终于洗上澡了。谁？外面是谁？说话！不会吧？不会真这么倒霉吧？叶晨，开门！王爷救我！怎么了？有采花贼，刚才就在我房间外面，好可怕！王爷救我！可这深更半夜的，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，孤男寡女怎好共处一室？苏二姑娘还是回自己房间歇息去吧。不行，我们就是那种关系，我不管，我今晚就要待在这儿，哪也不去。采花贼不是说不怕吗？来1个打1个，来2个揍1双，这会怎么怕了？那是我吹牛的，王爷，我真的害怕，求你别赶我走。客官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方才好像听到姑娘惊。好看吗？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，爷饶命啊！哎呦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1跟我睡，2回你房间跟采花贼睡。追不到男主沈昭野，眼前这个颜值身材同样顶尖的大反派，好像也不错。睡吧。就这样睡啊？那你想怎样睡？我就这样睡吧，挺好的。啊！你这个大色批，你在期待什么？原来不躲着本王的时候，倒也顺眼。王爷，进。别走，我害怕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先出去，明日再说。是。王爷榻上有个女人，
是谁跟我说王爷不近女色是因为另有所好的？这么黑了，王爷应该不会喜欢了吧？万一王爷真看上我怎么办？我是拒绝好还是不拒绝好？拒绝对不起王爷知遇之恩，不拒绝又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。哎，我苦恼了这么久，结果王爷喜欢女人。麻烦请。王爷，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离恩镇内外眼线皆已肃清，回城路线已查明，随时可以动身。在那儿站着干什么？收拾好下来，待会儿要走了。要走？现在就走？那梨子怎么办？梨子还没找到呢。苏姑娘放心，已经找到了，带进来。梨子，你们干嘛捆她？姑娘，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我在呢。谁欺负你，姑娘一定给你报仇。就是他，大直团冲出来把奴婢按住，奴婢还以为遇上山匪了，拼命挣扎，他们就把奴婢捆起来了。苏姑娘，属下并非有意为难，只是找到他时，他死活不肯跟我们走，还抄起路边鞭弹追着属下打了半条街。后来他又一直大哭大闹，属下怕暴露王爷行踪，这才不得已暂时将他制住。谁让他们鬼鬼祟祟的，突然冒出来说要带奴婢走，谁知道是不是人贩子？姑娘，您教过奴婢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那你们也不该不给她吃东西啊！好好一个丫头都饿脱相了。不是的，姑娘，他们给我送吃的了，但我怕有毒，没敢吃。算了，先跟我回房收拾收拾，吃点东西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哎呀，可算活过来了！之前让你去找大夫，怎么一去就没影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奴婢那天走了一夜，天亮才到镇上，找着一个老大夫，结果还没出镇子，远远就瞧见夫人身边的张嬷嬷带着人到处找姑娘。张嬷嬷，奴婢怕被张嬷嬷发现，就带着大夫往山里绕，想从小路回山东，结果山路七拐八绕，黑灯瞎火的，就迷路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赶紧吃，吃饱了咱们收拾一下就启程，再耗下去得出事儿。苏二姑娘，王爷让属下来问问姑娘可收拾好了，可以准备启程了。差点忘了，解药。梨子，你先慢慢吃着，等我回来咱们就走。你家王爷呢？进。什么事？怎么没见过？那能一样吗？之前是情况特殊，救人要紧，现在光天化日的，王爷您能不能注意点影响？本王在自己房里上药，苏二姑娘自己闯进来，倒怪起本王不注意影响了。把解药给我，我拿了就走。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本王上药不方便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药上了。王爷，您那么多手下，随便叫一个进来给您上药不就行了？何必让我男女授受不亲，多不好啊！授受不亲，苏二姑娘与本王也亲过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。这伤是你缝的，也是你昨晚压裂的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该负责。坐下。大反派这身材也太好了吧！愣着做什么？上药啊！苏二姑娘，你就这么馋本王的身子啊？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哎呀，王爷恕罪，都怪臣女手重了，您没事吧？不错，继续。
药上完了，可以给我解药了吧？解药？本王什么时候说过，你给本王上药，本王就会给你解药了？燕晨，你都已经和你那些手下接上头，准备回京城了，为什么还不给我解药？等本王手头的事情办完，自然会给你解药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得乖乖跟本王回京，等本王把事情办完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跑出来的，要是现在回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哦，那本王就爱莫能助了。毕竟解药在本王手里。你，算你狠！苏二姑娘，半个时辰后启程。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！我什么都没做，这也能挨打？居然当我是空气，好，很好，谁先说话谁是狗。这么轻，平日里都不吃饭的吗？姑娘醒了，这是哪儿？庄子呀，这是王爷在京郊的一个庄子，可大了。奴婢早上起来转了一圈，差点迷路。姑娘，你说，王爷是不是打算让您留下当王妃呀？你又胡说什么呢？奴婢这可不是胡说。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昨晚你在马车上睡着了，王爷不许任何人吵你。后来车停了，还是王爷亲自把你抱回房间来的呢。燕晨抱我？对啊对啊，王爷还坐在床边，只等你睡踏实了才走呢。姑娘，依奴婢看，王爷对你可真好，样貌好，身份高，对你又上心，比那沈小将军也不差什么。王妃听起来也比将军夫人威风多了。要不你就从了王爷得了。闭嘴闭嘴！你这丫头越说越离谱了，什么王妃不王妃的，再乱说我缝了你的嘴。算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哎，解药遥遥无期，想跑又跑不了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王爷，王爷，你干什么？见过虎吗？没见过。那本王带你去看。不用了吧，我对老虎不感兴趣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别怕，这畜生虽凶，但被关了这么久，饿也饿得没脾气了，比刚回来时老实多了。来，你喂。王爷，我可不可以不喂？怕什么？我教你，再近一点。看看他的眼睛，像什么？我看不出。像你。看着老实，努力缩着爪子装乖，但其实满肚子坏水。别动。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看起来像是已经被驯服的大猫，但其实呢，依旧是头野性难驯的畜生，随时准备好要扑上来反咬一口。肉糜了，怎么办呢？这虎是本王当初亲自带人入深山猎来的，
折了好几个好手，金贵的很，总不能让他饿着吧？不如就用你这只手来喂。王爷，您别开玩笑了。开玩笑？本王从不开玩笑。王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求王爷明示，饶了我！我给你的令牌呢？什么？什么令牌？还装傻？花朝宴上的哪块令牌？那令牌我赢是赢了，可离家出走的时候根本没带走。那令牌肯定还在我的装匣或者哪个抽屉里。王爷若不信，大可以派人去搜。是吗？那你说说看，这又是什么？谁？王爷，陆都护，好久不见。属下知罪，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哦，何罪之有？属下听信谣言，误以为王爷遇刺身亡，未能及时派人去寻找王爷下落，此乃失职大罪。看来陆都护并不知错在何处啊！微风，现在记起来了吗？还是说也要尝过追亲的滋味，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？王爷待你不薄，一路提拔你至大都护，可你竟敢背叛王爷，于路中设伏劫杀！王爷明鉴，属下受王爷知遇之恩，提拔于行雨，绝不敢背叛王爷。本王早就知道我那好侄儿在我身边埋了只小鬼，只是一直没有确定究竟是谁，所以我给陆气白、你、贺渊、程荣之分别传了信，都说要去渡过寺，但途径的路线却是3条完全不同的。本想一条路试过去，看看谁会迫不及待跳出来，没想到第1条路就把你引出来了，倒也省了本王不少功夫。所以，这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圈套，你设计假死也只是为了……答对了，王爷，今日之事是属下猪油蒙了心，万死也不足奇。但求王爷看在属下多年为您出生入死的份上，饶过属下的家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啊！哼，饶过他们？你可知，本王当年就是被先帝饶过，如今我那皇帝侄儿的头上，才日日悬着一把利剑，扎得他寝食难安。你放心，一个人走黄泉路上实在太孤单，本王一定会送你全家团聚。燕晨，你这个魔鬼，你不得好死！陛下一定会为我报仇！王爷，说，苏府那边有动静了。哪儿来的？王爷料事如神，这枚司令果然出现在了陆气白的心腹秋叶手中。王爷死讯传回京城后，秋叶便手持司令，将王府内留守的私兵召出城外设伏射杀。幸而王爷早有部署，兄弟们才逃过一劫。王爷，属下觉得苏二姑娘她实在不像心机深沉之人，这次在江边更是阴差阳错救下王爷。这司令之事，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？你何时认他当主子了？属下多嘴，请王爷责罚。苏软，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，那么你会死的，比陆气白，比过往我手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惨。所以你当初给我这块令牌，是为了试探我。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真的不知道令牌的事儿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，连哪有功夫去管什么令牌？况且花朝宴上所有人都看见他归了我，谁若真动了心思想偷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嘴倒是挺硬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。本王给过你机会解释，可你的解释
太敷衍了。王爷，伤到哪儿了？没，又没伤到，哭什么？我怎么就不能哭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就想离开那个家，我有什么错？你偏偏不放过我，又是喂毒药，又要砍我的手，现在还差点被老虎吃了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江里。闭嘴！闭嘴！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包扎啊，不然等着血流干吗？哦，站都站不稳，还哭那么大声。哭什么？好了，别哭了，不疼的。骗人！这伤一看就很疼。幸好那一爪子没挠在我身上，不然我肯定痛死了。所以你哭成这样，不是因为担心我啊？你是在后怕，后怕这伤差点落在你自己身上，怕痛死你了。不然呢？苏若，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又怎么了？我是为了谁才受这么重的伤？是为了救你的小命，结果你就只想着你自己，只庆幸没伤在你身上。我疼不疼死不死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你非要拉我去看什么老虎，要不是你拿令牌吓唬我，还拿刀比着我，会撞到笼子吗？那老虎会发狂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你惹出来的事儿，现在你受伤都全怪到我头上了，还意思说是为了救我，你分明是自作自受。我自作自受？出去！你别动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擦干净。不用你管，滚出去！你以为我想管你？要不是解药还没拿到手，我巴不得离你远远的。我怎么会不关心王爷呢？若不是王爷英勇无畏替我挡那一下，我现在肯定一命呜呼了。王爷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计较了，让我先把血止住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轻点？我轻点，我轻点。你捆粽子呢？我帮您再整整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王爷，您现在该信我了吧？信你什么？就是令牌的事儿，真不是我干的，我就是被人陷害的。像您这么英明神武、明察秋毫，肯定已经看出来了吧？不信，你就是死不承认，凭空说朵花来，你也还是最大的嫌疑人。不过，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不是说有人偷了令牌陷害你？那本王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把这人找出来带到本王面前。届时若你找不出这人来，这黑锅你得背，你这个人也得死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我回苏府？不用等1个月了，您现在就把我杀了吧！我跑出来好几天了，就算您不杀我，我母亲也会杀了我的。放心，本王既然让你回去，就自然有让你不落口实回去的法子。哎呦！王爷，玉客郡主来了。郡主，去吧，监理的人来了，以后有什么信儿可以直接传给郡主，他知道，本王就知道了。你脑子里又在转些什么？没什么，王爷，您看我这都要回去给您当探子了，那30丸的解药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呀？拿去吧。多谢王爷。这药只能延缓30丸药效发作的时间，刚好也是7天。你说什么？权宜之计罢了。像你这种满嘴谎话又没良心的女人，本王总得多提防这些才是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时间一到，本王自会差人给你送药的。你
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又招谁惹谁了？郡主，我当那家伙把你藏庄子里金屋藏娇呢，结果就藏成这样。先收拾收拾，换上衣裳吧。你这样，我可不敢带你回京去。我就说嘛，满京城这些贵女里头，论模样还是你苏软拔签儿，稍一收拾便能把人的眼睛晃花。那是自然，我若是皇帝，见了这帮角色，定不管不顾也要抢进宫里当妃子，天天看着，饭都能多吃2碗。呸，真不害臊！我这叫美而自知。好吧，我得修正一下方才的话。苏二姑娘不仅是满京城贵女里最好看的，性子也是最合我心意的。苏软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面前，把给我的羞辱10倍100倍还回来。姑娘，奴婢有要紧事禀报。慌什么？说。这几日奴婢一直按姑娘吩咐盯着苏府大门，那苏二姑娘自打花朝宴回来就再没露过面，连秦夫人府上的赏花帖子都让苏府给婉拒了。她当然没脸见人，凭她也配夺魁，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怪就怪在这儿，苏二姑娘不露面，可苏府那位张嬷嬷却带着几个下人一趟趟出府，神色匆忙得很。奴婢昨天悄悄跟了一路，发现她拿着卷画像，偷偷打听一个年轻姑娘的下落。画像？你看清了？看清了，虽说只远远偷看了一眼，可那眉眼轮廓至少有8分像苏二姑娘。一个尚未议亲的闺阁小姐，悄无声的不见了踪影，苏府却不敢声张，只敢偷偷摸摸找人，说明这苏二姑娘丢的不光彩。苏家怕坏了她的名声。小姐，那边的消息说是出了点意外，遭了匪也好，与人私奔也好，只要这件事传出去，她这辈子就别想翻身。苏软，这回我倒要看看谁还能护得住你。姑娘，要不要奴婢把这消息散出去？你一个丫鬟能掀起多大风浪？苏府随便编个去庄子上养病的借口就能搪塞？那怎么办？我闭门不出这么多天，也该出去走走了。备一份帖子，就说我久仰苏二姑娘诗才，今日特去府上讨教，再把陈侍郎家、李尚书家、王翰林家几位姑娘一并请上，一同去苏府热闹热闹。姑娘高明，当着那么多有头有脸的姑娘面揭穿，这事儿可就捂不住了。苏软啊苏软，你让我在花朝宴上沦为笑柄，被父亲禁足受罚。今日我便要你尝尝，什么叫身败名裂，什么叫永世不得翻身。夫人，喝口汤，歇一会儿吧。还是没有消息，是不是？距京城方圆50里的客栈、民宅、荒庙都寻遍了，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。码头车马行也问过，这几日并无年轻姑娘单独雇车船离京。她一个大活人，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夫人千万保重身子，将军那边已日夜兼程往回赶，最迟明日便能抵京。夫人，乔姑娘来了。哪个乔姑娘？是御史大夫乔大官家的乔姑娘，说久往二姑娘诗才，今日特来府上讨教，还带了好几位官家姑娘，此刻已到2门了。乔姑娘来的蹊跷，莫不是她听说了二姑娘不在府中，故意带人来寻信？去告诉乔姑娘，便说二姑娘感染风寒，病体未愈，不便见客，请各位姑娘先到花厅奉茶，我稍后便去。是。夫人不好了，奴婢照您的话回了，可乔姑娘说二姑娘病了，她更要去看，奴婢实在拦不住，他们已经带着人往花朝阁那边去了。什么？去花朝阁？绝不能让她在那儿闹起来！几位姑娘留步。春杏，好狗不挡道！春杏，去敲门。乔姑娘，
软软染了风寒，这几日一直卧床静养，实在不宜见客。劳烦诸位姐妹跑这一趟，清河带软软谢过各位好意，诸位便请先回吧。玉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哪有过门不入的道理？人多热闹，说不定我们进去说说话，软妹妹一高兴，病就好了呢。乔姑娘，软软需要静养，还请体谅。玉姑娘3番2次阻拦，莫非软妹妹这病有什么蹊跷？还是说这屋子里压根儿就没人，所以才不敢让人看？此处是辅国大将军府内院，您不听劝阻擅闯至此，难道乔大人平日里便是这般教导姑娘的吗？玉清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一个父母双亡、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也配在本姑娘面前摆谱？我跟你在这磨蹭半天，已经是很给你脸了。滚开！住手！苏夫人，没事吧？姨母放心，我没事。乔姑娘今日兴师动众，带人闯我后院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竟不知什么时候辅国大将军府也归御史院管了。苏夫人何必对我们这些小辈如此疾言厉色？我们只是听说阮妹妹病了，心中刮惑，这才结伴前来探望。可玉姑娘和苏夫人百般拦着不让见，难道真如外面传言所说，阮妹妹她根本不是病了，而是与人私奔？乔静默，你可知甚言？苏夫人，并非我胡言乱语，如今市井中都已传遍，说苏二姑娘与外男私奔，府上张嬷嬷天天拿着画像在码头车马行偷偷寻人，本来我也是不信的，可今日见苏夫人与玉姑娘对我等这般严防死守，倒让我不得不信上几分了。乔姑娘如此信誓旦旦，是笃定了软软此刻不在这个房间里，是吗？是又如何？好，那便请乔姑娘与诸位姐妹一起进去看看。早该如此。但是若软软果真不在房中，今日之事，我苏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可若软软好端端在房里养病，却被平白泼上一身私奔的脏水，这名声一旦污了，往后教她如何自处？届时恐怕就要麻烦乔姑娘以及今日同来的诸位姑娘，随我去一趟御史堂，将刚才那些市井传言当着乔大人的面好好分说分说。静默，要不算了吧？是啊，说不定苏二姑娘真在里头养病呢。画像的事，你果真看清了？奴婢不敢撒谎。好，我就跟玉姑娘赌这一回。乔姑娘，苏软，你果然不……乔姑娘，真是稀客呀！怎么今日有空来我这儿了？苏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乔姑娘这话问的真有意思。这是我的闺房，我不在这儿该在哪里？难不成真如外头那些不长眼的碎嘴子传的那样，跟什么外男私奔了？乔姑娘，你也瞧见了，软软就好端端在房里养病，不知你方才信誓旦旦说她与人私奔的指摘，可还有证据？乔姑娘今日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带人硬闯我闺房，散布不实之言，险些坏了我和苏府的名声。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方才我与几位姑娘在门外说得很清楚，若证明乔姑娘所言不过空穴来风，便都与我一同去御史台，请乔大人亲自评评这其中的是非曲正。乔姑娘，请吧。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乔姐姐非要来的。对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毒也是她非要毒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苏软，那被子里藏的是谁？是不是你的姘头？苏软，那被子里藏的是谁？是不是你的姘头？放肆！连本郡主你也敢拉拉扯扯，
当真是活腻了不成？参见郡主。郡主怎么在这儿？本郡主在哪儿做什么？还需要跟你乔大小姐上书请示吗？巧了，郡主也是听说我病了才赶来看我。正说着提起话呢，谁知乔姑娘就带人闯进来，又是要搜屋子，又是要掀我被子捉奸。怎么，郡主乏了在我这儿小憩片刻，也碍着乔姑娘眼了？来人！郡主，这几位姑娘兴致勃勃，要去御史台说说，你们便陪着走一趟，务必亲自将人送到御史台乔道人面前，也顺便问问他女儿带人硬闯郡主休息之处，该当何罪？是。郡主恕罪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郡主大人大量，饶我这一回吧。带走。说，这几日去哪儿了？苏夫人息怒，此事说来都是玉科的不是，是我擅作主张接了软软去我府上小住了几日，没来得及跟夫人致拜一声，让夫人担心了。夫人若要怪，便怪我吧。郡主快请起，这如何使得？夫人，我这性子在边关也惯了，行事没个章法，真不能怪软软。既然郡主开口，今日便算了。跪着！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？什么时候再说？母亲，您方才不是都答应郡主说这事就此算了吗？算了？怎么算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，我一宿一宿睡不着，都快把这京城翻个底儿脱了，就怕你出什么事儿。你倒好，轻飘飘一句算了，就想把这几天的混账事接过去，给我跪下！我真的是和郡主……别拿郡主来糊弄我。郡主若真想接你过府小住，何须让你深更半夜带着个丫鬟一声不吭的翻墙出走？今日若非郡主恰好在此，你这辈子就毁了，苏家也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这次我若轻轻放过你，下次指不定你还能闹出什么更大的祸事来。今日这顿家法，你休想就此逃过去！软软，你没事吧？哥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夫人，你下手可真够重的，痛死为妇了！站住！你们给我回来！夫人且慢，你先别追了，先帮我看看这胳膊，是不是骨头给你抽断了？一阵阵钻心的疼啊！你就会护着那小孽伤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这次闯了多大的祸？夫人消消气儿，夫人教训的是，这丫头确实无法无天，实在该骂。待会儿我就去找她，亲自骂她，骂得狗血淋头，让她再也不敢犯浑，好不好？不过夫人，你先帮我看看这伤呗，我是真疼啊，战场上挨一刀也没这么疼。夫人帮我揉揉。回房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夫人扶我一把，我头晕，站不太稳。怎么没动静啊？姑娘，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多亏父亲和哥哥来得及时。大爷，这是……自然是赏你的。多亏你这小丫头机灵，知道跑去前门给我和爹报信儿，才免了软软今日受苦。这银子你且拿着买糖吃去。多谢大爷赏。没想到啊，梨子，关键时候还知道跑去搬救兵呢，真是我的好丫头。那可不，虽说奴婢脑子不大聪明，但关键时刻可从不掉垫子。就知道夸你的好丫头，不知道夸夸你的好哥哥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我的好哥哥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，都是关外才有的稀罕玩意儿，保准你喜欢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哥你慢点。东西全在我屋呢，
进来看看。这都是你带回来的？那可不，这些都是我亲自搜罗的好看好玩的东西，想着你肯定会喜欢。这些都是给我的？是不是太少了？都怪爹，我本来还带了好多东西呢，什么波斯地毯和田玉雕，还有一对活蹦乱跳的小狐狸，结果他非说马车拉不动，死活不准我带。软软，你别不高兴，等下次哥再去关外，一定给你多多的带，把你想要的都搬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嫌少，我是想问，哪些是给表姐的？清河？哎呦，这还真忘了。算了算了，清河有母亲疼着，什么好东西没有。她性子又静，估计也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原著里苏然死的时候，苏氏父子还远在关外。后来父子俩更是成为玉清河身后最坚实的倚仗，一路为他保驾护航。我还以为他们心里也同母亲一样只有玉清河，没想到。想什么呢？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啊？那你告诉哥你喜欢什么，哥下次……没有，我喜欢，都很喜欢。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梨子，在呢在呢，姑娘有什么吩咐？待会儿叫人把东西都给我搬回花朝阁去，仔细着点，别碰坏了。好嘞，姑娘，奴婢这就去找人。哎呦，贺公子，都怪奴婢莽撞没瞧见您过来，撞疼您了吧？实在对不住。无妨，是我自己没留神，不怪你。千叶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丫头，怎么总毛毛躁躁的？千叶前几日才受了伤，你这冒冒失失一撞，伤口再裂开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吓他，哪有那么娇气？一点皮肉伤罢了，早不碍事了。真没事，去忙你的吧。贺千燕，苏秦麾下副将贺廷章的独子。贺廷章战死后，他和母亲蒋氏被接入苏府照料，与苏明季一起在边关历练。二姑娘，许久不见了。贺公子，方才听哥哥说，贺公子此番出去受了伤，可好些了吗？有劳二姑娘挂心，一点小伤，将往几日便好。想必贺公子找哥哥有事相商，我便不打扰了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愣着干什么？进来啊！身上伤还没好利索，别总站着。困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什么？装什么？这儿又没别人。贺千燕，你疯了！你先把衣服穿好。有话好好说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这些伤，我住进花朝阁这么久，居然不知道床底还有这种机关。原主啊原主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动手啊！你先起来，我今天没心情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心情？你从前可从没有没心情的时候。我每次离开苏府，你要送行，回来后还要接风。你高兴了要折腾一番助兴，不高兴了更要拿我出气。哪一次不得满意了才罢休？今天居然会说没心情？我要是说我改邪归正了，你信吗？改邪归正？是啊。今日在冥界的院子里，你居然还关心我伤得重不重呢？真是
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苏然，你真的是苏然吗？他看出什么了？不可能，这种事说出来谁会信？他是在试探我。贺秦燕，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不挨一顿打还不满意是吧？好，那我这就成全你，让你好好吃几鞭子。你背过身去。不行不行，我好歹也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，让我对一个受伤的柔弱帅哥下毒手，实在做不到。随你怎么想，怎么说，反正以后我不想打你了。你没事也别来招惹我，我这院子，你更是一步也不许踏进，听到没有？你到底在……走走走，别杵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原主，你真是造孽啊！除了玉清河，居然还有贺千燕这么个定时炸弹，真不知道还埋着多少坑等我跳。苏软，不管你搞什么鬼，我一定会亲手将你碾死。骗人！这伤一看就很疼。我轻点，我轻点。你摸我脸干什么？真是疯了！我说祖宗，你又伤哪儿了？自打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，老子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。我不过想着你伤势得用几味新鲜药材，今儿一早天没亮就上山去了。结果呢，我才刚踩了半篓子，气儿还没喘匀呢，就听说你又被老虎给咬了。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你那身子骨现在是个什么陷阱？经得起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瞎折腾吗？没什么大碍。我看看，这包扎手法是哪个勇敢的好事儿？魏峰那小子不对啊！魏峰包扎疗伤是我亲自教过的，向来利索的很，怎么会这么丑？赶紧拆了，老夫给你重新处理包扎一下。这绷带缠得松一扣紧一扣的，血都没止利索，万一化脓就难办了。不必了，就这样吧。什么？不用重新弄，这样挺好的。这还挺好。我看那老虎没咬着你胳膊，是把你脑子给吃了吧？小子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清醒吗？还认得我是谁吗？说了没事。不对，你很不对劲儿。这伤到底谁给你包的？我回来的路上可听底下小子们说了，昨夜你往庄子里带回来一个姑娘，不仅亲自把人抱上床，还亲力亲为挑了衣裳首饰，连鞋的尺寸都是你划定的。好家伙，那姑娘什么来路？长得什么样？性子如何？你很闲。我闲什么闲？我这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你今年都20有1了，太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都满院子乱跑了。上次给我的紫金丹还有没有？紫金丹？你不是最不喜欢这些温补调理的丹药吗？我每天求爷爷告奶奶的哄着你吃，你都不带搭理的。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竟会主动问我要。我体内那毒种得太深，再怎么温养也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吃了也无甚用处。拿来逗逗小猫还行。小猫？你别是真拿我的宝贝丹药去喂猫吧？我告诉你小子，紫金丹可金贵着呢，你敢暴殄天物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就剩这5颗了，你省着点用，下次再要得等我把缺的那味药找齐再说。你体内那毒，我这些年翻遍医书古籍，已陆陆续续辨出了其中7种毒物，只剩最后2种，始终摸不准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既然已经有了方向，就不算全无希望。你再给我些时日，老夫一定能破解这奇毒，保你不死。不必强求，你只需尽力，保我到大仇得报那一天就行。王爷，得，反正你也不乐意见我老头子，我也省得在这碍你的眼。
王爷，查得如何？苏二姑娘那边，属下让人仔细查过了，她确实痴恋沈小将军。此前，苏二姑娘隔三差五便托人往永安侯府递情诗，还曾数次等在沈小将军上下朝的必经之路上，试图拦车，扬言要嫁与他为妻。这事儿一度在京城闺阁圈中传为谈惨，闹得颇有些风雨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苏二姑娘与寄居在苏府的那位贺千叶贺公子，似乎也有些牵扯。似乎？据安插在苏府的暗卫回报，贺千叶时常于夜深时避人午目，潜入苏二姑娘所居的花朝阁。且就在今日，贺千叶刚随苏将军回府，入夜后不久，便又去了苏二姑娘屋中，出来时衣衫略显不整。王爷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他，一个沈昭也还不够，还要勾着个寄人篱下的破落户，他就这么缺男人？王爷息怒，影卫离得远，又隔着门窗，并未看清屋内情景，未必就是……闭嘴！你胆敢再帮他多说一个字，本王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！苏软，王爷，您的伤！滚开！